向左，向右，向前看。选择困难，记得找我，我一定讲。Hello 呀，友们，马上过年了，相信很多小伙伴就要面临长时间的高铁和飞机，都想要入手一款有降噪功能的蓝牙耳机。前阵子索尼和苹果都发布了新品 ThinkBuds Fit 和苹果降噪4，这两款耳机呢都拥有主动降噪的功能，是不是屏幕前的你也开始纠结选哪款了？那我就激情下单，买回来都试试，看看这两款耳机咱们该怎么选择。先来看包装的部分，都是主打一个环保，索尼用的方式是不用塑料，但是耳塞和线都给了，而且耳塞还有4个不同的尺码。苹果的环保是说请回收这个盒子，然后线也不给了。再来到充电盒的外观，其实刚打开的时候还是挺惊喜的，我感觉索尼的15是比官方图还要好看一些的。上下的材质不同，上面是光面的大理石纹理陶瓷质感，下面是磨砂的，手感还不错。苹果嘛，当然还是一如既往的设计，光面的设计，但是取消了配对键，看得到都是用 C 口充电了。但是索尼的耳机盒是没有扬声器的，不能外放，图了不好找。苹果这个是有查找和外放功能的。耳机本体一个入耳式，一个半入耳式，索尼是有硅胶耳塞和硅胶侧翼支撑，苹果整个都是塑料的。做侧翼支撑的耳机好像还挺少的。这部分有啥优点呢？首先是贴合人体工学设计，可以增加稳定性，活动的时候呢更不容易掉，也可以减少调整的频次，还能分散压力，就佩戴上嘛会更舒适。我买回来先各自挂在耳朵上戴了一天，其实都挺不错的，都没啥佩戴压力。但是苹果这个呢，可能戴久了会有一点点坠感，因为它的设计嘛就是这个下半部分在耳朵外面。说到这个，我想问你们有没有掉过一只耳机的经历？我之前就掉过一只 AirPods， 后来我换了 Pro 呢，也经常掉，摔了好多次，上面都摔得有印子了，就是因为它在耳朵外面的部分太多了，其实挺容易碰掉的。塞紧了吧，又会太有存在感；不塞紧呢，又会觉得摇摇欲坠。索尼这个形状呢，就放进去就刚好了，比较贴合耳道的这个形状，还有这个侧翼支撑着，并且这个造型在耳朵外的体积很少，女生有时候整理个头发啥的，也不会那么容易碰到而导致掉落。所以在佩戴和造型这方面，我会觉得索尼更好一些。苹果是 IP54 的防尘防水，索尼就是 IPX4 的防水，这方面苹果会好一点。虽然我也没感受到它多防尘，因为用一段时间吧，里面就可多灰尘了，还不好清理，还得拿个棉签掏。索尼这个躺平式反而还好清洁一些。蓝牙连接方面呢，都是5.3的技术。苹果手机初次连接 AirPods 嘛，肯定是更快更方便的，但是后续都是一样的。在安卓手机上，两个的连接速度没什么差别。iPhone 上嘛，Fit 这次搞了个广域点击，就是点击脸颊这一块呢，都可以操控，更加具有趣味性。同时，耳机主体也是可以操作的。苹果这个操控方式嘛，就比较传统了，就是捏住按压，能够有明显的反馈，比较直观。但是苹果这个型号嘛，不能调节音量。Fit 还能通过多次点击和语音助手来调节音量的，我觉得这个调节音量还是蛮重要的，不然还要特地拿起手机来操作。关于音质方面，索尼有 Hi-Res 小音标认证，意味着这款耳机能够提供更高分辨率的音频处理。苹果的 AirPods 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主要是以清晰音质和苹果设备无缝连接而出名，但是没有高分辨率音频这个卖点。咱们就先听一下各家的效果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近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记得？谁忘了？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近的右手，最暖的胸口，谁记得？谁忘了？苹果的整体还是很均衡的，人声也很清晰自然的感觉。索尼在人声上好像是更通透的，而且 Fit 使用的是降噪豆5同款的驱动单元，感觉好像就是比苹果的听起来更鲜活一点。不过音质的感受嘛，也是有主观性的，不同的人对声音的偏好喜好也不同。有的人可能更喜欢苹果的音色，也有人会更倾向于索尼的音质。主动降噪嘛，两个都有，分别给大家听听区别。得益于入耳式的物理优势，索尼的降噪效果还是要优于苹果的。还有耳压的问题，开启降噪之后呢，索尼的还好，AirPods 就很明显，特别是戴久了，还有明显的眩晕感。
关于智能功能，先说两家都有的，头部姿势控制都可以点头接电话或者摇头拒接。自适应控制上，苹果只能选择较多或者较少的噪音，但是索尼是可以根据噪音自己动态调节环境声和降噪的等级，更加智能化，还能在4种不同的环境下自定义降噪和调节环境声音的大小。语音助手也是都有的 ，Fate 也可以直接呼出，无需等待回应，可以直接下达指令。智能免灾的部分，那苹果的操作呢，就是检测到你说话的时候降低声音，你不说了就恢复音量。Fate 说话的时候会暂停，在我停止说话的时候呢，开始恢复播放。这点我还挺喜欢的，不会因为这个交谈的时候呢，错过我喜欢的音乐部分。那 Fate 其实会有更多的功能，比如 Auto Play 可以即带即听，不过可选 APP 没有网易云，可能有点小失落，但是可以支持 QQ 音乐，能听周董，一般来说应该也是够用的。毕竟苹果都没有这个功能，我甚至都不能评价。背景音乐效果有3种，是声音从更大空间传来的，听感空间层次会更加丰富，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。另外还有自定义均衡器、DSE、数字声音增强引擎等等，这些都提供了丰富的使用体验。总的来说，就是索尼 LinkBuds Fit 强调的是长时间佩戴的舒适度和降噪音质和更多更人性化的功能，而苹果 AirPods 4主要是以苹果设备的兼容性和便利为优势。我之前也是被生态绑定，总会觉得用什么牌子的手机就要买什么牌子的耳机，所以一直在用苹果的。后面发现真是为了图方便，错过了太多。没想到 LinkBuds Fit 不仅仅适合安卓，原来和苹果手机的适配性也这么好。现在看来，它好像只是在便利性和基础功能上满足我了，但凡是想更个性化或者是更多交互性，都不可能在它这里得到。所以追求时尚外观、佩戴舒适以及高音质体验的友友，特别是需要降噪和长时间使用耳机的，还是可以考虑试试索尼这款，毕竟索尼还便宜一些呢。纠结的可以先都买回去试试。好啦，散步家还有没有下期？等先关注吧，拜拜。